apprise everyone that Bob Fu has made contact with Chen Guangzhen in his hospital room. We just had an interesting and I think enlightening conversation, but we're going to put him on the speaker. 那你现在就说正式的，你就说一下这个你的请求吧，对吧？说一下请求，我想现在呢，因为在中美联达成的这个协议当中，中方承诺要保障我宪法的公民权利，说我是自由的。那么，既然我是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2012年在美国国会举办的一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是为中国的盲人律师陈光诚专门举办的。陈光诚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山东的一位农民、赤脚律师。他由于长期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被中共打压。在2012年4月份的时候，他在人权律师的配合之下，从自己的家乡出逃，直接闯进了美国大使馆，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中美在外交场上的一场角力。陈光诚进入到美国大使馆之后不久呢，就离开了大使馆，然后中美双方围绕着他的去留问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外交谈判。就在这个时点，美国的国会专门为陈光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我可能需要到咱们美国去休养一段时间。那你对这个正在中国访问的克林顿国务卿，你有什么要说的呢？我想见见他。大家可以看到，听证会上有一个华人的面孔这个华人的名字叫做傅西秋，大名鼎鼎美国的华人牧师这傅西秋呢，早年据说也参加过89学生运动然后后来呢，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北京的市委党校，在那里当起了教师。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他由于加入到了基督教，被中共软禁起来了。放出来之后，他跟他的妻子呢就跑到了香港，后来辗转到了美国。在2002年之后呢，这傅西秋呢就创办了对华援助协会，是一个宗教的非营利性组织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目的呢，就是专门援助中国那些被宗教迫害的家庭，还包括一些政治异己人士那你想想，陈光诚嘛，就是属于被中共打压的异己人士。所以在2012年美国国会的这场听证会上，傅西秋就以对华援助协会会长的名义出席了这场听证会，并且在听证会上直接拨通了陈光诚的电话，希望得到他更多的帮助，也想当面谢谢他。另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还是我的家里的状况，因为据我所知，我现在不能跟我的家里所有人取得联系，然后他们在我的院子里安了7个摄像头。这场听证会之后不久，陈光诚呢就最终辗转来到了美国。那傅西秋和陈光诚现在都是海外民运势力或者说政治异己势力中间大名鼎鼎的人物。陈光诚到了美国之后，出版了自己的书籍，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经常出席各种演讲。而傅西秋呢，这些年一直以这个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身份出席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听证会，援助各种各样的政治意见人士。但是就是这2位大名鼎鼎的政治意见人士最近陷入到了一场风波之中。这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今年的年初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今年的美国大选围绕着川普参选分成了泾渭分明的2派，挺川派和反川派。在这个反川派的群体中间，有一个网友，他的名字叫做金月。这金月就讨厌川普，而且他的账号经常以辟谣的形式公布一些信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人传言说泽伦斯基在美国有一套$2000万的豪宅。言下之意就是泽伦斯基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支持他这金月对调查就发现，这个所谓的$2000万的豪宅跟泽伦斯基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各种信息都对不上。而傅西秋呢，作为对华援助协会的会长，他长期以来好像是比较支持川普，于是呢，他也参与到了这场口水战之中，转发了一些帖子金月呢就开始对傅西秋比较留心了。他就开始查傅西秋，这一查不要紧，还真就查出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查出了一些信息他发现傅西秋名下有5套房子，这5套房子其中有3套在他自己名下，有2套在他自己的公司名下合并在一起加起来一共$280万其中华盛顿有1套，那1套房子就$140万，那确确实实非常多的钱再一查，
这傅西秋两口子啊，一年的合并收入加起来就是10万美元，还是税前啊。了解美国工资收入的都知道，税前10万美金，到手也就是6、7万美金。如果有一家老小的话啊，一年能剩个1、2万美金就不错了。那你想想，傅西秋长期啊就是过着这种简朴清廉的生活啊，他怎么能够积累起280万美金的房产呢？金岳就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就把这样的疑问给提出来了啊。紧接着他又查傅西秋名下的这个基金会，这一查不得了，又发现一些问题。这傅西秋名下呢不是有一个对华援助协会吗？这对华援助协会是个非营利组织。这个非营利组织按照美国税务局的规定呢，它必须每年向税务机构提供这个990表。这个990表啊里头有收入啊，有支出啊，要接受所有人的监督。金岳查这个表的时候就发现有些疑点。什么疑点呢？你比如说啊，这里面啊也就是什么信息技术费一年要4万美金，啥网站呢？一年维护要4万美金呢，是吧？还你比如说会计费用也高得不得了。你像美国一个这样的基金会，一年的会计支出有个1万美金就很高了。但是呢，傅西秋的这个基金会啊，会计费用啊高的时候将近5万美金，低的时候也有2万美金，显然超出了一般基金会的这个合理支出的范围啊。还你比如说，这金岳就查询发现啊，说这个傅西秋啊，好像是营救中国的那些政治意见人士，他有选择。怎么个有选择法呢？他要么呢是营救那些明星，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些人物啊，比如说王靖宇。王靖宇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不是在网上跟中共搞吗？搞了也就是什么美国之音啊、德国之声啊、美联社都对他进行报道啊，有名。于是呢，傅西秋律师就亲自营救王靖宇啊。当然，王靖宇大家都知道了，最后都证明是个骗子啊。傅西秋律师也被王靖宇给骗了。他最后就说，这王靖宇啊根本就没有美国的绿卡，而且呢借了钱不还。他希望王靖宇这个人呢能够诚实面对自己啊。另外呢，金岳就发现这傅西秋律师啊还营救一些什么呢？都是好像一些共产党的贪官。你比如说有个叫李传良的人，是吧？这个傅西秋就不遗余力的，好像在为他发声。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营救不正常。他说：“你干脆把这个对华援助协会啊改个名字好了啊，叫对华选择营救协会。”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好听啊。那他每调查出来一些这样的内容，就开一个空间，就用语音呢来讲他发现的这个线索啊。这是今年3月份的事情。他除了查傅西秋以外，他还查陈光诚。一查陈光诚呢，好像也有一些问题。这陈光诚2015年的时候，在马里兰州啊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啊当时成交价呢是94万美元。这陈光诚2012年只身跑到美国，你想想啊，身无分文。到2015年的时候，人家就买了一套带游泳池、6个卧室，然后呢面积好像是1000多尺啊，这么一个大豪宅啊，院子好像都有2亩地啊，而且人家买这个过程中间都没贷款，全款买的房子。这房子现在也升值了，据说已经值140万美元了啊。那陈光诚名下也有个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金岳就查了，说这个基金会上面啊只有让大家去捐钱，至于这基金会干什么，你通通都不知道。金岳就把这样的信息在今年3月14号到24号这10天左右的时间里啊，陆陆续续的披露出来了。结果到3月24号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儿，风云突变。有一个叫摩西的网友啊，就在这一天上午9点50分的时候，就开始在金岳的这个帖子下面开始发言，就带有一些赤裸裸的威胁的这个意味啊。他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是来自于菲尔霍普市的一个富人，与傅西秋和陈光诚有什么深仇大恨吗？你能做出他们1/1000的反对贡献吗？我就不说了。在德州围攻的事儿，我现在暂时放过你，是因为你当时还不是为首的。现在你有出来帮助中共，我可不会放过你了。错了，就立即删帖，向傅陈道歉，否则会有人喜欢看热闹的。”这一天，这个人一共发了5条，其中有一条说的最狠，他说：“对不起，我只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道歉和删帖，勿为我行之不预。”那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让你在2个小时之内删帖。你不删帖的话，他要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呢？在他这天发的这个帖子里也能看出来啊。这天他发的这个帖子里头有什么内容呢？他发了一个就是这个金岳他们家房子的卫星照片，一个树林里头有一栋房子，
然后呢，他还说了，闲着没事儿爱看地图，一条幽静的小道直通这个被树林环绕的屋子，似乎里面还办了一个公司。多好的环境下，突然一声巨响，吓得我一跳，手上的气球爆炸了。然后这个人呢又发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一个成年的女性和一个孩子的合影，说孩子蛮可爱的，母亲长相也不错，倘若母亲的精神不健康，这将给孩子一辈子带来灾难。这个照片本人就是金月，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就是金月的女儿。而且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呢，这摩西还把他的头像换成了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女孩的照片。这张照片事后证明就是金月的女儿。那这个已经是非常赤裸裸的威胁了。你想想，公布了金月她家里的住址，同时公布了金月本人的照片和她女儿的照片，而且这言谈举止之间好像是指向了金月和她的孩子。金月就害怕了。当天上午10点钟，他就开了一个空间，就说他受到了人身威胁。我现在公布一下子啊，我必须得退出推特了。这个，我已经接到这个确切的这个通知了，就是他们要弄我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然后已经知道我家住在哪里了，然后那个。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讲了，我讲一下啊，我讲一下这个推特呢是这个，通知我的这个推特呢是刚注册的，刚注册的。然后呢，关注这个推特的人呢只有一个账号，就是傅西秋的。当天下午的时候，他就在别人的这一个空间里头讲，他给傅西秋也给陈光诚道歉，希望对方能够饶过自己。到3月25号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跟傅西秋还有包括这个陈光诚这个帖子都删了，再次强调他说希望对方能够饶过自己。紧随其后这一天呢，他的那个蓝天账号里头就有一个人以他儿子的名义发帖，说要关闭他所有的社交账号。同时在3月25号的时候又发了一个帖子，说金月呢已经被送到了医院。当天稍晚一点的时间里头呢，就说金月已经去世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引起了网民的滔天怒火。为什么？因为金月查询傅西秋和陈光诚所有的信息都是依赖于美国的公开信息体系。你就比如说美国的房产交易信息都是公开的，那么傅西秋也包括陈光诚所在的基金会这些990表也是公开的。同时作为一个基金会的发起人负责人，他接受公众的监督，按道理来讲也符合美国社会的一般原则。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来自于摩西的人直接开始威胁金月。那么这个摩西跟傅西秋又是什么关系呢？有好事者就发现了，这个摩西的这个账号是前几天刚刚注册的一个小号，没有任何人关注。第一个关注摩西这个小号的人呢，就是傅西秋，第二个就是陈光诚。那好多人很奇怪了你想想，这么一个小号刚注册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还没有发帖呢，傅西秋和陈光诚就找到了他。那傅西秋和陈光诚跟这个摩西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而金月就讲了，这个摩西也不简单呢。为什么呢？摩西头像的那个照片是他女儿非常小的时候的一个照片，他自己都记不清楚这张照片他是什么时候发在什么地方了。他隐隐约约觉得这张照片是他当年几年前发在微信的一张照片，结果这个摩西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搞到了。而且就在那天的时候，他还接到了这个所谓的摩西的电话，所以金月吓坏了。就是傅一秋牧师和这个陈光诚我给你们道歉我已经郑重给你们道歉了因为这个没有视频，我也不能给你们跪下了我给你们道歉。这个傅西秋和陈光诚面对公众对他的质疑，采取的不是一个正规的回复的质疑的手段，而是呢采用让一个小号的方式直接威胁金月这种方式。陈光诚当时在一个空间里就讲了，面对金月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共匪也好，共匪的代理人也好这个或者说自己完全不清楚被共匪带到沟里的这些人脑子就是缺点灵光需要充值的人也好，面对他们无论是在网上对这些人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攻击，我们必须迎头痛击心地无私天地宽，
是吧？你一个蒙面老鼠对我们实名的人提出的要求，我们就得去给你答复啊！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就给你去答复啊！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啊，我觉得其实似曾相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海外群体啊，这些海外意见的群体啊，只要遇到有人对他们的质疑，都会把它归结为这个中共对他们的迫害，都会把这些人归结为中共在海外的势力对他们的打击。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陈光诚这样一个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人士，你自己3年左右的时间就买了一套90万美金的房子，你每年要存30万美元，30万美金呢，你自己还要花啊，那自己一年还不得挣40万美元以上，而且还得税后。假如说你要算上税的话，他一年大概可能就得挣50、60万美金。他怎么能够挣这么多钱？有这样合理的怀疑不是正常吗？但是面对这种质疑，他就说这些人是见不得阳光的老鼠。看完之后，让人觉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金岳是死是活，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人说金岳可能是诈死，害怕傅西秋对他们的威胁，于是呢就干脆说自己的账号不存在了，同时呢也就说自己死掉了。但另外一种可能性，金岳也的确有可能离开了人世。不管怎么样，在我看来，金岳实际上对傅西秋、陈光诚这些公益基金组织的财务状况的质疑，都符合现代社会上的一个基本原则。既然金岳已经不敢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就接着来做一做这件事情。我们来查一查陈光诚，也包括傅西秋他的这个基金会到底是不是存在着问题。所以这2天呢，我们呢也组织起来认真在看傅西秋他这个账户的990表。这一看呢，我个人觉得还真就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来讲一讲傅西秋这个基金会叫对华援助协会这个对华援助协会呢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它的募款能力还挺强的2023年的时候，它一共募集到的捐款是254万美元，2022年的时候更多，338万美金那在美国的基金会里头一个个人基金会那应该说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了但是这个基金会的报表990表，我看完之后发现人家傅西秋律师挺明白的。他不像法轮功那些基金会法轮功也搞了很多非盈利基金会那个报表就搞得太粗糙了，所以我们一看呢就问题很多。但是傅西秋的这个990表，我们这2天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美国这个非盈利组织的法律来讲，每一项人家都不违法，但合在一起你就觉得不对劲儿。到底有哪些不对劲儿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呢首先看一下2023年这一年这个傅西秋基金会的支出这傅西秋基金会在2023年的时候聘请了一个 CEO， 这个 CEO 叫布拉格，早年好像在美国的什么联邦调查局工作特工。那么这个布拉格他这个年薪是多少钱呢？是9万美元，按说也不是很贵但问题是这布拉德他每周只工作2小时，每周一周只工作2个小时，一个月算起来平均工作时间不到9个小时。那你想想，一个月工作不到9个小时，也就是一天多一点的时间。那么一年就拿9万美金，我给他算了一下，如果这个人是个全职工作的人，那么他的年薪大概是多少钱呢？就是200万美金。你想想，就是一个星期只工作2小时吗？那如果要是按照每天8小时，每周工作22天来计算，你这么一算，他的年薪实际上是200万美金。什么样的人物有这么高的收入每小时的收入就是800美元。你想想，他还不是人家那种律师那种按小时结算的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 CEO 一年的年薪，如果折算成全职的话是200万美金，厉害吧？是吧？这个人呢，2022年的时候呢，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董事，一年拿3000多美金。2023年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拿到了9万美金，这是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的地方紧接着，大家2023年的时候，他募款一共是254万美元，花掉了219万美金。在这219万美金里面他其实的捐款给中国大陆的这些所谓的宗教迫害人士的捐款是100万美元，占整个花费的只有45%，剩下的55%全被傅西秋
和他的工作人员给花了，这个比例也很高啊。大家都知道，一般的公益基金会啊，管理费用10%、20%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人家这个基金会219万的花费里头啊，自己花了55%。那这55%又怎么花的呢？我再给大家列举一下啊。这其中工资是19万，就是傅西秋和他的 CEO 嘛，一个10万，一个是9万，两个人加起来的工资呢是19万美元。其他工作人员是32万美元。这32万美元里头，他不讲他雇了哪些人，雇了几个人，通通都没讲。紧接着，所有的福利费用加起来是，也就是说，在傅西秋的基金会里头啊，工资加福利一共是70万美金，219万的花费里头，其中70万是人员的工资开销，工资和福利开销占比差不多达到了30%，这个比例可是有点夸张啊！你想想，你募集的钱，其中30%就给自己发了工资了。那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你这32万美金里开的这些人的工资，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把它列出来，你雇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在你的基金会里干什么？他没有列，只是笼统的列了一个32万美金。那么如果这些人是志愿者的话，那你这个所谓的福利费用又不太对了，因为你的福利费用是只应该给正式的员工，你一般的志愿者或者是临时雇佣的人员，显然是不应该有所谓的福利费用的吧？但是这10万美金的福利费用，就说明什么？这32万美元里头雇佣的这些人，一定有很多是正式员工，但是他又没有披露。至于他为什么不愿意披露，我们就不知道了。这是第一项啊，就是关于工资这方面啊。紧接着，他在这个其他花费的项目里头，有很多也是不太正常。你比如说啊，2023年这一年的差旅费用11万美元，平均每个月9000美元。我们也不知道傅西秋律师出差的时候是不是都坐头等舱啊？因为一个月9000美金的这个差旅费用，在美国也是相当高了。我不知道怎么花的啊，但是人这里也没有公布。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信息技术服务费，也就是网络服务费啊，网络这么一个维护的费啊是4万美金。你想想，维护一个什么样的网站，一年需要4万美金呢？我们也不知道。另外，这里头还有一项叫非雇佣人员的服务费，就是除了雇佣人员干的活干不了，还要在外面外包。这个费用呢，在2023年的时候是差不多4万美元，其中有19755美元呢是会计费用，这应该说是一个正常开支，每年呢人会计嘛要给你记账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同时还有2万美元的其他费用，其他费用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问题是，这个非雇佣人员的服务费每年的数额相差特别大。你比如说2023年就是大概4万美金，2022年是多少钱呢？20万美元，一下多5倍。这5倍里头都有些什么钱呢？你比如说管理费一下子搞了34800美元，这管理费到底怎么管的咱也不知道。2023年的时候就没有管理费。法律费用59000美金，2023年的时候没有。更有意思的是，2023年的时候的会计费用是19755美元，但是2022年的时候呢是48600美金，这就不合情理了。你想想，会计给你记个账，一般来说的服务费啊，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数。我也仔细问了一下，类似于这种组织在美国会计费用不会超过1万美金，但是呢你想想，傅西秋的这个基金会啊，2023年的时候是19000美元，2022年的是48600美金，这2年这会计费用相差这么多，相差1倍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毫无解释。而就这一项里面还有一个其他费用，又是4-5万美元，所以2022年的时候，它的这个非雇员的服务费高达20万美金。大家觉得正常吗？反正我看完之后是觉得不太正常。也有人做过比较，你就比如说工资这一项啊，人家这个无国界医生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啊，人家募集的款项那都上亿美金呢。那他工资费用是多少钱呢？就合并加在一起是4.3%，只有4.3%来开工资啊。但是你想想，傅西秋的这个基金会30%给自己发工资了。还比如说同类的啊，
周峰所有一个人道中国的基金会啊，人家周峰所的人道中国的基金会里面给自己发的工资是多少钱呢？是0，没有1分钱。但是傅西秋呢，30%的钱装到了自己和他自己的员工的腰包里头去了。大家觉得这个比例正常吗？反正我觉得是不太正常啊。更重要的是，他给中国捐赠的这个所谓的这笔钱啊，这里头可能猫腻就更大了啊。这笔钱据傅西秋牧师自己解释呢，都是援助给中国的那些被宗教迫害的家庭。这个家庭是多少呢？2014年援助了20个家庭啊，到2016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4500个，然后到2019年的时候呢，就变成了15000个，到2021年的时候就变成了25000个这家庭了啊。那这个费用啊，2016年的时候一个家庭还给$60，到了2023年的时候就降成了$43，这中间最低的年份啊，每个人的援助费用，每个家庭的援助费用啊，只有$27，是什么概念？$27就折人民币大概是200块钱。你想想，费尽千辛万苦给这些家庭每次送钱送200块钱人民币，多的时候$60也不过只有400块钱、400-500块钱人民币，而且这个数目非常巨大呀，15000个家庭、25000个家庭都是整数啊。这25000个家庭就意味着7-8万人，这7-8万人全部是现金送给他们。大家想一想，这件事情难度有多大？为什么不能转账呢？周峰所的人道中国网站他自己就公布了，他2023年的时候一共收了33万的捐款啊，其中29万都是给中国境内的人援助的，3万美金是给美国境内的人援助的。其中这29万美元里面啊，它都是通过电汇转账的方式，有的是微信，有的是支付宝，有的是 PayPay。这个支付宝、PayPay 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所有的转账都有记录，都可以查询。但是傅西秋律师的这些对华援助的项目，通通是现金，没有任何可供查询的渠道，反正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数字，就是25000个家庭。更有意思的是，从2022年开始啊，他关于他援助了多少个家庭都不公布了。你想想，2022年一下子捐款了338万美元，2023年的时候捐款了254万美金，这收入大幅增长。但是关于怎么援助中国的这些家庭，关于援助了多少个家庭，这些信息通通都没有了。你说这里有没有问题？我的理解就真的有问题，因为你可以做对比嘛。周峰所的人道中国的网站里面，人家所有的都可以做到电汇，对华援助协会就为什么不能用转账的方式呢？为什么全部用现金呢？人道中国的网站里面，人员的开支是0，只有15000美金的差旅费用。但是傅西秋律师呢，不但人员的工资占到30%，差旅费用都用了11万美金。所以啊，我看完这个990表，我的感受就是说，好像是似乎都符合美国的法律规定，但是你说这里头看来看去就是觉得不正常。而且他这里他还说了，他的这个990表，他自己的董事会成员都不审核，那说明什么？那不是说明这个傅西秋的这个基金会不就是他一个人的基金会吗？他一个人说了算吗？他想给谁发钱就给谁发钱，想给谁发工资就给谁发工资，这个过程中间是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和监督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他跟李传良啊这个人的关系啊，也特别有意思啊。有人跟我讲啊，这金岳当时对他的爆料呢，是美国之音的一个前记者当时给他提供的信息，就讲傅西秋想办法营救中国的贪官在美国搞政治庇护，这个所谓的贪官就是李传良。李传良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自己的频道里曾经对他进行过采访，他是原先鸡西市的一个副市长啊，后来在2008年的7月份跑到了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我仔细查了一下，傅西秋跟李传良的关系还真就不一般。首先，第一次是2021年的7月13号，在美国的众议院有个人权委员会的作证。这个作证的过程中呢，傅西秋律师呢，他要讲啊，中国对这个人权的迫害啊，前面讲的什么高知生地
律师啊，还有是王怡这牧师啊，都被中共给抓起来了。前面提的所有的人，都是在中共的国内备受迫害、被抓起来的这批政治意见人士。但是最后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李传良，说李传良呢，在国内啊举报贪官，信奉言论自由，加入了民主党，然后中共呢对他家人进行迫害，把他这个怀孕的女儿都抓起来了，把他私下的房产呢都给没收了。大家都知道啊，2000年的时候啊，中共的纪委呢宣布李传良呢是贪官，然后呢在国际刑警组织呢又对他进行了通缉。就在这个时间点，2021年的时候啊，这傅锡秋对李传良呢的问题呢，在国会上作证说李传良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在中国这个政治意见人士。但问题是啊，李传良所有啊对中共的这些所谓的那些批评啊，全部是他在2020年7月以后到美国才开始发布的。在此之前，他实际上2年之前就从中国离开了，一直在东南亚这些地方溜达，没有回国，也没有去美国啊。在此期间，他是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对中共不满的言论的。到了美国之后，加入了中国民主党，然后呢，开始声讨中共的防疫政策。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有点生疑，因为很多中共的贪官跑到美国之后啊，总是要扮演一个中共被迫害者的形象嘛，然后总要发表对中共的这个不满的言论嘛。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辨析了，那发表这些言论，到底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这种看法呢，还是因为到了美国之后想要申请政治庇护所不得不采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傅锡秋牧师在这个国会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李传良啊，专门搞了一个叫中国酷吏举报清算中心这么一个网站啊，搞得非常了不起。我到那网站上我一看，那个网站里头任何信息都没有，什么信息都没有，这个网站正在建设中。到了2023年的4月21号，美国国会又搞了一个外交委员会的全球人权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呢，傅锡秋牧师又出席了。这次出席的时候，他又在前面讲了那么多被迫害律师，什么高志生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所有的特点都一样。就我前面说的，这些人都是在国内被中共关起来的，或者是失踪的人，但是最后又变成了李传良。在这个报告中间，李传良变成了一个中共疫情的吹哨人。我们都知道啊，这新冠疫情的吹哨人，大家公认的是李文亮医生，但是呢，傅锡秋律师在美国国会的作证上，他把李传良当做了是新冠疫情的吹哨人，这地位可高了去了。但问题是啊，这李传良是新冠疫情的吹哨人，除了这个傅锡秋律师这么称呼以外，我没有在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看到过类似的报道，称李传良是中共的新冠疫情的吹哨人。这是第二次。第三次，2024年的1月7号，这次呢是美国国会啊一个反恐执法情报小组的这么一个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傅锡秋牧师参加了之后呢，又提到了李传良，前面讲了什么中共啊，什么双面间谍呀，中共在美国暴力开始跟踪一些这什么类似于间谍的活动啊，最后又重新提起了李传良，说中共打击言论自由，迫害李传良这样的一个意见人士，正常吗？我看完之后，我自己的感觉不正常。为什么？因为李传良跟他提的这个所有的其他人都完全不同。那些人就我说的，都是在中共被关在监狱里或者失踪的。但是李传良呢，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加入了民主党，然后才开始从事反共事业的。为什么傅锡秋律师把一个已经安全到美国的人当作是一个中国迫害对象呢？不遗余力的在美国的国会的听证会上为他作证，为他背书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李传良需要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而申请政治庇护是需要条件的。美国这些年对于来自于中国的贪官想要获得政治庇护也审核越来越严，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把他的各种履历进行镀金。最后呢，我还想说几点啊。首先第一点，海外很多这个政治异己人士喜欢成立这个非营利组织。成立非营利组织有很多好处，比如第一个，你可以不用交税；
你赚来的钱放到基金会里面，然后呢，你明年还可以接着花，还可以转到其他的基金会，比如说法轮功，所有的组织都是冠以基金会的名义啊，大家都知道他们洗钱嘛，现在都已经被查的底儿掉了啊。第二个方式呢，就是你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你也容易募到款。你想一想，如果你不是非营利组织，你傅希秋牧师的这个机构如果不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每年能募款到几百万美元吗？不可能，因为非营利组织有一个潜在的逻辑，大家认为它没有个人利益，它维护的都是公共利益、公众利益，所以这个非营利组织还便于你去募款、搞到钱。第三，非营利组织也是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洗钱的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非营利组织啊，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组织。陈光诚的非营利组织就他一个人说了算，每年不到5万美金，连财务报表都不需要申报。那你想想，那这钱不就是他自己的吗？那些所有的顾问、所有的那些董事，对他有什么约束力吗？也包括傅希秋牧师的这个基金会啊，他所有的这些对华的援助项目啊，每年上100万美金，高的时候200万美金，全部是现金方式支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里头的道德风险有多高？谁能去查现金的支出？他会讲，他说我给这些危险的家庭这些支出，我都不能公布，一旦公布的话，就是对他们的威胁，一句话就给你挡回来了。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年上100万美金，全部是现金收入，没有任何账目的报表，一般人能不能忍受这样大的一个巨大的诱惑？在这里头，中饱私囊呢？我们不是说傅希秋律师在这里头就一定洗了钱，一定拿了钱，我只是说这里头道德风险有多高。当然了，牧师啊，人家也可能因为信上帝嘛，所以面对女色、面对金钱，人家都毫不变色。但是毕竟牧师里头也有很多败类啊，也有很多人拿了钱之后中饱私囊啊。所以我就说，制度本身设计的，它就容易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很多海外的民运组织，也包括这些所谓的对华援助的政治异己组织啊，跟一些政治庇护的人也是联系在一起。大家注意到没有？李传良啊，搞了一个叫中国酷吏举报清算中心。我查了一下，这个中国酷吏举报中心啊的头啊是谁呢？是中国民主党的美西总部的主席，叫郑存柱，好像现在也是中国民主党的总主席了啊，官是很大的。但他同时是个什么呢？是个移民律师，就是帮助人搞政治庇护的，帮助人在美国申请绿卡的。大家不觉得这里头意味深长吗？是吧？李传良跟郑存柱合伙成立的这么一个中国酷吏举报中心、清算中心，就是他们俩合作的。而就是这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网站，还被傅希秋牧师在美国国会的听证过程中间正儿八经的推荐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其实在我看来，其实很多海外的民运组织就是利用反共的这样一个招牌，为很多想要在美国拿政治庇护的人提供证据。因为你想想，在美国国会作证，人权委员会上作证，成为了这个作证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证人。你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不就有了非常重要的资本吗？你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酷吏举报中心，这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亲力亲为的举动啊。然后还有郑存柱这样的律师、移民律师来为你操盘，有傅希秋牧师为你背书，这不就是整个政治庇护的过程中间的一个产业链吗？当然了，这个产业链过程中，有些人是应该获得政治庇护的，而有些人可能完全没有庇护资格，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经济逃犯，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政治庇护。今天节目最后啊，我还想让大家看一下2012年啊美国国会的那场听证会。那场听证会发生的时候，陈光诚律师啊正在中共的高墙之内，身陷于囹圄之中，命悬一线。而傅希秋律师呢，在美国的国会啊，现场给陈光诚打电话。陈光诚迫不及待地想要到美国去。那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渴望自由、
渴望逃脱共产党牢笼的一个律师的真实形象。7年没能过一个星期天了。那你对这个正在中国访问的克林顿国务卿，你有什么要说的呢？我想见见他，希望得到他更多的帮助，也想当面谢谢他。另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还是我的家里的状况，因为据我所知，我现在不能跟我的家里所有人取得联系，然后他们在我的院子里安了7个摄像头，而且除了人都在我家里以外，他们还要在我家的周围架设电网，而且扬言说到底要看看这个瞎子有多么能。所以我也希望我非常担心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哥等家人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国会议员能为我这些家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尽一些力量。这是我目前非常担心的。谢谢你。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10年过去了，陈光诚在美国拥有了豪宅。夫妻纠律师呢，他的对华援助协会的所有的账目，通通都是如此混乱和不清。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海外的这些民运组织，也包括这些政治意见组织这些年来始终搞不起来？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的做法跟中共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他们面对质疑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解决质疑的人，而不是解决自己自身是不是有问题。当他们面对质疑的时候，不是开诚布公地解释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而是呢采用回避的方式，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呢来排斥异己，把所有的攻击他们的人、质疑他们的人都归因为中共对他们的打击。这种做法跟中共不就是没有什么区别吗？我一直在说，反对中共的人如果用中共的手段进行去反对中共的话，那其实对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的。换言之，任何人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不管他是不是反共的群体。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你现在就说正式的，你就说一下这个你的请求吧。说一下请求，我想现在呢，因为在中美联达成的这个协议当中，中方承诺要保障我宪法的公民权利，说我是自由的。那么我可能需要到咱们美国去休养一段时间，因为我7年没能过一个星期天了。那你对这个正在中国访问的克林顿国务卿，你有什么要说的呢？我想见见他，希望得到他更多的帮助，也想当面谢谢。